大家好，我是流浪枪手，又来到靶场。今天为大家介绍两支实用型的小手枪，一支左轮枪，一支半自动。因为系数同门，都是大名鼎鼎的 Ruger 同系列产品，更难得的是口径都是最大众化的9毫米，非常具有可比性。顺便也就再次比较一下左轮和半自动手枪在平民百姓生活中使用的优缺点。这个话题以前讨论过，但是这次专注于便携防身的口袋枪。大家都知道，大名鼎鼎的Ruger公司曾经推出了便携防身手枪的兄弟组合，分别叫做 LCP 和 LCR。原始的 LCP 口径是.380，LCR 口径是.38特，当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后来 Ruger 扩大战果，也是为了顾及像枪手这样怕麻烦、不愿意备太多子弹种类的人，Ruger 把 LCP 和 LCR 都分别扩展到了子弹最普及、最便宜的9毫米。对于需要随身携带的枪友来说，当然是个好消息。同时，难得有使用同样口径子弹的，而且还有同一设计理念的自动枪和左轮枪，那么用来比较两种枪的实际应用，也是再适合不过，机会难得。看到两支枪的外形，马上就能确定，两者绝对都是便携甚至是口袋手枪。说到这里，再为枪手以前的言论做个辩护，就是不论自动枪还是左轮枪，都有各自的特性加上使用人群，不应该简单的孰优孰劣一概而论。Ruger公司成功的推出了 LCP 和 LCR 两个系列产品的这个事实本身，也证明了使用左轮枪自卫肯定是非常适合特定的环境。两支枪的外形没有办法去比较，但是可以说都是最简单最流畅的设计，最大限度满足随身携带的要求。于枪手来看，还是更喜欢自动枪的造型。至于左轮枪，其实 Ruger 完全可以在保证出枪顺畅的前提下，加上少许的修饰，比如像 Smith & Wesson 那样，同时满足某些注重颜值的用户人群。受天生结构的影响，左轮枪的尺寸比自动枪更长。如果口袋太小的话，肯定是个问题。但是如果都可以容纳的话，枪手的个人经验，左轮枪的出枪速度比自动枪要更加顺畅。注意这里使用的是小1号的 Smith & Wesson 340左轮枪。在厚度方面，因为转轮的直径无法避免，所以左轮枪有天然的缺陷。说到使用性能方面，两支枪都是所谓的双动扳机原理，当然机针式的自动枪扳机力度很小，行程非常顺畅。而左轮枪的双动射击则需要一定的力气，但如果不是长时间连续射击的话，区别也不是很大。既然是口袋枪的理念，也不应该有长时间射击的机会。从安全性来比较的话，这支左轮枪有个绝对用不上的安全锁，看不到，因为位于握把内部的底部，需要把握把拆下来才能操作，所以说只能是满足法律要求，但对于具体用户来说，安全锁相当于没有。
所以这支左轮枪唯一的安全防范就是双动扳机的力度可观，不会轻易走火。对于自动枪来说，在扳机上设计了剪刀形式的扳机保险，可以在枪支受到撞击的时候保证安全。另外还有一个选项，就是平时子弹不上膛，这样绝对安全。但是使用之前需要双手操作上子弹，大大限制了自卫功能，所以只能是个人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判断和决定。说到子弹容量，就是自卫的能力，这是左轮枪天然的短板，只有区区5发可以连续发射。这方面自动枪有明显的优势，弹匣可以容纳7发，枪膛里还可以先装1发，就算是打光了以后换弹匣也是弹指一挥间。多说一句，就是既然这支左轮枪使用9毫米子弹，必须使用 MUCLIP 环形弹夹，所以射击中间退弹壳和上子弹都比普通左轮枪有明显速度上的优势改进，算是弥补了一部分缺点。下面是射击的视频，因为左轮枪没有套筒，所以后坐力更大。也许如格已经考虑到了这点，所以把握把配上了厚厚的护套。原来这支自动枪的握把也是较硬的聚合物，但是枪手的手太大握不牢，所以也加上了一层橡胶护套。综合下来，还是自动枪射击更加舒适，加上扳机极为顺畅，所以射击的结果当然也不出乎意料。如此说来，好像自动枪占尽了优势。当然，左轮枪也有天生的优点。以前说过很多次，第一就是不会因为子弹故障而卡壳。真的遇到不好的子弹的话，只需要再扣动一次扳机，就耽误1秒钟。但是到了自动枪这里，最运气的故障也需要好几秒才能解除，关键还需要双手操作。如果碰到了不运气的故障，只能是18年后还是一条好汉。左轮枪还有一个天生的优点，就是装好子弹的手枪不会有任何弹簧被压缩。而自动手枪如何准备就绪的话，弹匣弹簧和击针或击锤弹簧都是要处于压缩状态。所以比较来说，当然左轮枪更适合于长时间备战。其实究竟弹簧被长时间压缩会对性能产生多大的影响，甚至有没有能看出来的影响，也是一直在争论当中。这里如果逆向思维的话，就是花几十块钱多买个弹匣，那么所有的争端都会迎刃而解。开个玩笑说，看来关键的关键还是在于钱。当然除了钱之外，还有贪图方面的心理。比如说每次带枪出门之后，同样都是待击发状态的枪，大多数人都会把自动枪的子弹退膛，而心安理得的把左轮枪带弹存放。所以对于这个话题，
回忆几年以前的视频，枪手好像没有多少改变。作为旁证，就是平时出门时口袋里多数时间都是左轮枪，只有极少次数才带上自动枪，但那也不是为了子弹的数目，而是更加注重隐藏。好，谢谢大家。